係嗰網友嗱，呢條片係講乜嘢呢？即係中國嗰個電動車市場出現咗3大改變。呢個呢，即係如果你係有投資呢個 Tesla 嘅話呢，你係要好小心呢啲市場上嘅重大改變嘅嚇，因為呢，佢可能對你根據第一原則決策買嘅股票呢係有決定性影響。如果個市場出現重大改變，幾時都要留心，幾時都要留心。好啦，嗱呢一隻嘢Q10賣完呢批貨咧就到聖誕先有噶啦。咁好多人一定要食呢個 Q10嘅包括我啲網友話食咗之後咧充滿咗活力喺 Clubhouse 嘅話，嗰日直播都係咁講，呢個就係咁佢食4個月嘅喎，488蚊好抵嘅喎，呢個其實係240粒喎，240粒喎，一日食2粒都食4個月，呢個係240粒，120幾蚊一個月，係好值得推薦嘅呢隻嘢係。個 Q10 酶咧，你上網 search 下咧係完全有科學根據嘅，佢係將你身體入邊嘅粒線體即係嗰個係粒線體咧，係你由母親嗰度繼承過嚟㗎，就係將你嗰啲糖轉成呢一個血入邊帶俾你嘅糖喺個細胞度轉成能量，令你充滿活力嘅。488蚊好抵嘅。中國新能源車3大巨變喺8月出現，3樣嘢。第一就係比亞迪呢個增長停滯，呢個龍頭。世界上我講過賺錢嘅出電動車嘅公司得3間，就係 Tesla、比亞迪同埋呢個理想。而比亞迪同理想都出現咗大麻煩，尤其是呢個係龍頭呢個比亞迪中國電動車嘅絕對嘅龍頭。你知唔知比亞迪有幾多人做嘢？100萬人。純電回潮。過去嗰2-3年呢個中國嗰個新能源車嘅增幅好多係來自增程式嘅叉電車，而家呢又唔興咯，跌緊，完全行翻去純電呢個比亞迪同埋理想就因為幾靠呢一個增程式車，所以就停滯不前，而理想大幅度下跌。第三，越嚟越注重智能而家唔係一架汽車嘅問題，而家係你架汽車有幾智能嘅問題，唔係一架電動車可以行幾多里嘅問題，而係你嗰個智能座艙係包括咗呢個自動駕駛同智能座艙。智能座艙你架車度可以做乜嘢，同互聯網有乜嘢聯繫，可唔可以用你嘅手機指揮呢啲呢都係好重要嘅。好啦，比亞迪過去1年嘅財務表現，你睇見佢基本上咧喺呢度咧係去到巔峰嘅，呢度係喺呢度進入巔峰，25.6%單車毛利率係然後咧佢呢度咧係跌到18.7%。8月比亞迪即係賣咗37.36萬架，按年增加0.15%，好過冇啦。純電增加34.4%，但係插運跌咗22.7%，連續第5個月下跌。插運車係平好多嘅，所以咧佢有一段時期咧係大咗 market share。好簡單，插運車其實就咁。插運車咧佢用好少電池啊嘛，因為電池好貴啊嘛。咁小電池嗰架車當然係輕咗啦，又咁佢咧就用一個ICE 引擎咧嚟到不停為嗰啲電池叉電，咁所以咧佢話可以行到1000幾里嘅，呢啲可以行到1000幾里。佢結果咧呢啲插運車大跌Q2唔止咁個純利係按年減29.9%至到63億人民幣。呢個咧牽涉到2樣嘢嘅，一個就係政府嘅補貼有冇減少咧？第二就係咧而家好大壓力要佢加速找數俾嗰啲供應商咁佢本來話應承60日內找數，佢係以前係270日㗎，咁而家咧呢個俾佢好大嘅壓力㗎。
咁但 anyway 咁樣做嘅時候咧，佢就唔可以靠供應商賒貨嗰陣時咧，佢個成本係增加咗嘅。單車利潤由1200蚊跌到700蚊美金，即係賺700蚊美金一架車，賺5000蚊，真係慘，呢個真係。好啦，路透社引述兩個知情人士話，比亞迪已經將今年嘅銷售目標降16%，由550萬架下收到460萬架。佢其實咧喺國外嘅銷路咧都增加嘅，但係國外銷路即係佔好少，面臨5年以來最慢嘅成長速度。最新目標價係低於嗰啲分析師近期調降嘅預測。德意志銀行估計今年新車銷路470萬，晨星估計480萬。比亞迪2023年嗰時增加61%嘅，2024年增加41%，基數大咗仲增加41%。今年頭1-2個月仲係增加嘅，而家開始冇得增加。好啦，嗱，第二個大趨勢就係純電車強勢成長，呢個就係比亞迪，你睇到啦，增程式銷量下跌。呢個8月銷量純電動車120萬架，增加35%，佔咗整體新能源車7%。增程式電動車咧 EREV 咧28萬架，跌咗10%，即係佔16%啫。而家8月純電動車嘅銷路增加35%，市場佔比由6成去到7成。8月增程式下跌10%，由2成跌到16%。增程式車油電兩用車喺度跌緊，點解呢？第一，增程式佢既然你差唔到好多電池啊嘛，咁你哋不停咧就燒油，係用呢個 ICE 引擎嚟到叉電，個 ICE 引擎嘅 efficiency 咧係低嘅，本質上依然係燒石油發電，冇純電成本嗰種優勢，呢個第一點。佢個燃料費貴。第二，佢嘅維修保養貴，因為你有兩套嘢，一套內燃機，一套電機，維護成本高，結構咧佢係 redundant 嘅，有兩套嘢，多咗嘢去整啊。第三，充電樁而家全中國已經有1669萬個，高速覆蓋率98%。而家里程憂慮已經冇咗啦，你唔會再去買呢個增程式。截到2025年7月底，中國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已經達到1669萬個充電樁，哇！犀利啊！呢個係插電位嚇，又有1660萬，增加53%。高速公路嘅充電網絡咧，亦都突破性，已經安裝咗喺高速公路度2.88萬，覆蓋停車位4.48萬個，覆蓋全部省份。而家隨時有電測。過去2年增程式嘅電動車因為佢冇里程憂慮嘅特性，受到好多消費者嘅青睞，並且帶起咗理想汽車遙遙領前。佢主要靠增程嘅，比亞迪又靠增程嘅。2025年8月咧，純電動車嘅銷路增速明顯超越咗增程式，後者出現負增長終於係冇咗嘅。如果充電夠嘅話，係冇可能用增程式，因為個燃料貴好多錢。好啦，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睇到理想汽車嘅銷路大跌，小鵬蔚來咧就反彈。理想係第3間報出嚟有錢賺嘅做電動車嘅，做新能源車嘅公司。喂，一個月賣得18000輛喎，較舊年同期大跌25%。佢嘅核心增程式產品吸引力正係減弱緊，因為增程式跌緊。小鵬同蔚來嘅純電動車市場表現強勁，銷量增加45%同30%，呢個就係你睇見呢個就係咁樣，呢個就係咁樣，呢一個係理想
跌到咁樣，俾人哋超越晒，俾人哋超越晒。呢個就係小鵬，呢個就係呢一個就係蔚來，呢個就係蔚來小鵬。小鵬嗱，第三，而家架電動車行唔行得咧？個個都行得㗎，個個都用電差唔多。你嗰個智能化就好重要啊！嗰個乘車嘅體驗，比亞迪長期採用實用主義，認為中國路況實。我聽過黃傳福講㗎嚇，路況複雜，自動駕駛冇嘅，佢覺得假嘅，所以一路都冇做智能嘅。而家咧睇見大鑊啦，就迅速推出一個 Sky Eye 嘅制度，主打監控同安全輔助，但係咧遲咗，落後過人哋好多。同對手嘅差距，小鵬咧一早就打智能汽車嘅，2025年就投入 X Pilot，2023年大規模量產城市副導、副航、導航輔助駕駛。佢自稱係自動駕駛第一梯隊嚇，嗰啲人開始要選擇買有自動駕駛同智能座艙嘅。蔚來2021年已經導入 NT2 平台，標配激光雷達，持續 OTA 升級。喺2025年嗰啲副品牌咧都有智能駕駛嘅能力嘅。呢啲車着數，即係咧呢個電動車嘅呢個上半場比賽。就係比賽邊個嘅電動車坐得舒服、操控好，嗰個續航里程多，個性價比高。下半場唔係，就係佢嘅智能，因為電動車同智能係綁埋一齊嘅。小米嘅第二樣嘢喎，佢由手機切入嘅，即係佢嘅手機係同時控制咗，係無痕地，即係無痕地同埋架車連接。喺手機嘅嘢可以喺架機度出嚟，亦都手機控制到架車啊、開門啊，所有嘢完美結合。強調智能座駕嚇，呢個2025年 SU7、YU7 都支持高速嘅 NOA， 智能駕駛成為差異化嘅賣點。嗱，同樣理想點解跌翻落嚟呢？佢係聚焦家庭場景，佢就好慳皮嘅理想，控制成本。冇大規模投入自動駕駛同自駕座艙，而家大鑊啦！比亞迪啊，佢係冇人有佢咁多車嘛，400幾萬架車。佢其實咧，第一就規模成本啦，個 economy of scale 啦。第二，供應鏈掌握。供應鏈掌握咧，佢喺2022年大陸封城咧就上得好急嘅，就係點解啊？因為人哋攞唔到啲part， 佢自己有，佢啲電池係自己做嘅，佢好多配件都係自己做嘅。呢個就叫 vertical integration。vertical integration 嘅好處就係你可以掌握到自己嘅命運，可以交貨有貨交。個唔好處咧，你未必做得叻嘅人。即係舉個例，而家嗰啲電池啊，嗰啲人賣到蝕本嘅，比亞迪你能唔能夠蝕本呢？比亞迪你啲刀片電池啊，賣翻俾自己公司能唔能夠蝕本咧？唔得啊嘛，你焗住要買刀片電池啊嘛。雖然佢貴過街道啲人，街道啲人蝕本，所以平過你。Vertical integration 咧係長遠嚟講咧係不利嘅，即係咧你個 design 就要 vertically integrate， 但係要外判咧個 flexibility 咧先至最強嘅。喺軟件定義汽車嘅年代，如果唔保齊智能駕駛嘅短板，就會俾新勢力小鵬、蔚來、小米一路追住佢打，包括華為。佢而家俾人哋追住打，而且咧政府唔準佢再大幅度減價去爭奪市場，尤其是高端市場，比亞迪嘅硬件導向政策咧，好難同智能化體驗拉開差距。黃傳福係錯嘅呢件事。好啦，嗱，小鵬咧 X Pilot 同城市 NOA 落地下，智能駕駛第一梯隊。蔚來配備激光雷達，小米手機，華為同賽力斯合組嘅問界自駕品牌，鴻蒙座艙又係配合佢嘅手機嘅
ADS 2.0智能駕駛成為智能化標杆。嗱，我哋睇見嗰個大陸嗰個懂車帝咧進行嗰個安全測試咧，大陸嘅車雖然係落後 Tesla 好多，但係領先嘅就係華為同小鵬。華為同小鵬，嗱佢哋咧又推出第二品牌喎，佢哋出嚟搏命。小鵬咧早幾年咧就好慘，佢嗰個車隊個 CEO 啊，就係由呢個傳統車廠轉過嚟嘅，個方向完全錯誤。而家咧佢哋炒晒嗰班人，由頭嚟過，而且咧佢又開啟咗第二品牌嚇，佢又同滴滴合作，主攻平價啲嘅10至15萬嘅入門車。第一款車 Mona， 佢哋冚唪走平價嘅電動車 Mona 503純電轎車，續航竟然有500至600公里嚇，低價都有智能駕駛，幫小鵬搶入門大眾市場，提升銷量。即係本來咧，我覺得小鵬同蔚來都危險啊！佢係俾佢扭轉咗。其中第二個關鍵係點咧？佢賣咗啲股份俾大眾，佢而家大眾係佢嘅大股東嚟嘅嚇，佔咗20幾個%。大眾就使用佢嗰啲軟件同埋嗰啲電控系統嚇，佢呢度咧有錢收嘅，賺80幾個%，咁令到佢嘅財務狀況好咗。佢嗰隊新嘅團隊咧係效率幾好嘅，就出呢啲新嘅品牌嘅車，開始賣得喎。小鵬係。蔚來又點呢？蔚來咧一向都係主打咧，佢係貴嘅車嚟嘅，佢走啲高級嘅路線。佢而家出咗第二品牌樂道，面向家庭用戶20萬到啫。第一款車 L60 純電 SUV 係對準 Tesla 嘅 Model Y 嘅。第二，佢係可以換電池同智能駕駛，但係佢係出咗2隻呢一個副牌啊！嗰個危險度喺邊度呢？你賣好平呢，你同你原本嘅蔚來呢就爭得唔係好遠，結果蔚來嘅銷路呢就大跌，咁樣係咪會令到你嘅公司嘅財務更加大鑊呢？嗱，蔚來呢係我叫做喺 ICU 嘅車廠，隨時瓜得嘅呢個。智能駕駛同智能座艙不只係體驗，係未來嘅盈利模式。你可以 subscribe， 譬如 connectivity 咧，你可以 subscribe 多啲資訊噶嘛。自動駕駛服務咧，車機生態咧，呢個 subscribe 到可以知道附近嗰啲道路啊嗰啲咁嘅嘢咧。比亞迪唔能夠迎頭趕上咧，佢就慢慢被邊緣化，呢個就係。好啦，我哋睇下嚇，我哋去咗乜嘢台灣產品去呢個香港賣？呢個清澤醬心蛋卷啊，呢個鹹蛋黃味嘅，好好食。清澤醬心蛋卷呢個就有花生醬味啦，呢個台灣出名嘅啦，同埋芝麻味。呢個號麥星香鬆芝士卷就係台灣高鐵必定派俾你嘅。呢個肉鬆餅咧，台灣就好出名嘅，138蚊10個。呢隻嘢咧好抵食嘅，鳳梨酥係鳳同荔枝，鳳梨酥有荔枝味道喎，呢個係98蚊，你要試下。台灣萬味軒厚貝豬肉乾、厚片豬肉乾啦，呢個高坑牛肝唔使我講啦，呢個就係台灣沈家花生嚇，呢個就係台灣小旭山脈，呢個愛嚟做小食幾好嘅，冇添加冇糖嘅愛文芒果乾。肚餓嗰陣食下幾好嘅，冇糖嘅鳳梨花乾，鳳梨啊，咁呢個就係喺香港有得賣。咁就香港9月仲有咩特價？人參雞湯就嚟賣完啦，69蚊買1送1，買1送1，69蚊2包。西班牙豬肉片28蚊，韓牛牛柳繼續減價180蚊，龍蝦尾128蚊，九州白豚豬手粒15蚊，一家家韓牛肉眼白188蚊，韓國熟豬肚8蚊啫，全部呢啲凍肉咧，梗係超抵食，尤其是韓牛同埋和牛啊，大家小心啲。OK， 呢隻韓國 Farm Bio NMN 57600，今次係1880蚊賣俾你，
係5:1食4個月嘅。佢嘅好處咧係有齊3大抗老成分嘅。NMN 咧係可以修復你啲 DNA 嘅，修復你心血管嘅。白藜蘆醇咧通常係存喺水果皮，譬如草莓同埋開心果，係抗氧化嘅。Form Bio 咧入邊嘅白藜蘆醇咧不計成本嘅，係由何首提出嘅白藜蘆醇個藥力咧就好犀利嘅。白藜蘆醇咧同 NMN 咧經常搭埋一齊出現嘅，呢個係名貴好多嘅嘢嚟嘅。2022年一份研究咧，白藜蘆醇配合 NMN 咧，比單獨用 NMN 咧提高心臟同機能入邊嘅 NAD+ 1.6至1.7倍。呢對組合咧有提高新陳代謝，增強身體機能。當然啦，新陳代謝過程咧有好多廢料嘅。好多廢料嗰時咧就要靠 TMG 將佢排出嚟，避免甲基不足造成嘅風險，然後先會長壽嘅。呢個係，所以唔失智嘅最佳方法咧就係必須要有 TMG 去除廢物。所以咧我哋有呢3種主要成分。TMG 嘅益處咧就控制血壓。研究100個男性同女性發現，血清入邊 TMG 含量越高咧，血壓高嘅風險越低，可以舒緩炎性反應，加強肌肉力量。服用 TMG 空腹，血糖有所下降。研究包括咗1000幾個男性同女性血壓入邊 TMG 越高咧，血壓高嘅風險就越低，可以緩解炎症。TMG 空腹血糖有所下降，亦都阻止肝組織嘅脂肪堆積，唔會有呢個脂肪肝，又防止肝組織增厚或者結疤，做管理體重。所以將 NMN 白藜蘆醇 TMG 加埋咧，係對健康抗老嘅極大作用。而家咧佢總共係57600係有120粒嘅，每粒入邊咧嗰個NMN 咧係400mg，係最大劑量嘅。呢個係5:1節食4個月，1880蚊喺月底前買啦，賣埋呢手貨咧就係要到年尾先至有。